现在人呢在嘉义市的东市场，那为什么要来这边呢？是因为我们要等一下去里面的菜市场，一些那种有一件80元、一件50元的那种二手摊贩里面去挖一些比较复古感的衣服，然后搭出比较是日系轻复古感的风格。那影片的最后呢，我们会有抽奖活动，大家要看到最后哦。看到物色到我们的第一件了，然后它的衣服是放那种堆在一起，然后两侧是各种风格的衣服都交杂在一起。然后我觉得逛这种店的话，你就是要非常的快很准。最快的方式就是你要先去物色你喜欢的花色，然后你先一眼的相中那个花色跟颜色之后呢，你就先去翻，速度比较快，你不用一件一件翻。那我等一下就会用这样的方式去第一眼先看我注意到哪个颜色跟花纹。像我的话，我就第一个会先上这种花纹比较特别的，然后像这种豹纹。颜色又蛮明亮，我觉得都蛮好看。绿色。哎，敲门姐。哎，敲门这是。敲门这两个人要多少？1件80，买5件送1件，才60几块而已。哦，好，谢谢。来，这2件。我们有袋子。好，谢谢。看到美女，要看到帅哥，你会怎么样？涨价，涨价。那里也有哎，是同样的哦。哎，小心小狗的尾巴。我刚刚挑到，哎，小心小狗的尾巴，你一直。最后挑选了2件，然后其实我们刚刚是有大概4件吧，4件在选。然后后来我为什么会把其他挑选掉？想要呈现的是以颜色来讲比较复古感的，不要是只是花纹上。最后我挑选的那2件，我觉得他们的纹路都还蛮特别的，是比较轻复古的，就是你日常穿会比较恰当的。好像还蛮可爱的，加背心跟牛仔裤，感觉。还没买单呢，还没买单呢。还在看呢，还在看。这种花不会出错，这种花超可爱。叫这是乌克丽丽。我觉得像其实这种有点睡衣感的，我觉得它也其实蛮适合搭配的。它搭配这种什么西装外套都还蛮好看。那我觉得这个那最后呢，我们选出好就这个，那它是在那个这个瑞穗营。哎，拍摄我想问姐，这偌济15刀。哦好。哎，我没有想到才逛2件收获就蛮多哎，就是第一件挑2件，然后这件挑3件哎。好了，那今天的菜市场挑战就结束。然后因为我们这次的主题是轻复古，所以我不会挑选太过于挑战性的，我就是挑选是有带到一点复古的感觉，是比较好做日常搭配的。那我们就今天会把收获的5件衣服搭出比较轻复古感的日系风格。前面从菜市场挑完了这5件衣服后，那接下来就是要准备将这些衣服搭出日系的轻复古感。那日系轻复古风呢，也是我平常最喜欢的搭配方式。运用古着或者是复古剪裁感的单品做搭配，可能运用花色、材质、版型等等去营造出复古的感觉，像是碎花、重复性的几何花纹、丝绒啊、纽扣。或者西装外套、高腰裤、皮革、复古墨镜等等，这些都是很具备复古的特色细节。那日系感呢，有分昭和风格的，以及是运用细节做出层次的日系搭配。
如果是初次认识日系层次穿搭，想了解更多的话，我们之前有做过一支是关于新手的日系穿搭，都可以在看完这支影片后去看看哦。那轻复古感中的轻，就是复古单品大约占30%，将那个复古感拿捏的浓度不会太过的浓烈，会让人觉得好像看起来有复古的感觉，但又说不出来那种氛围。那讲了那么多，同样的，接下来我会尽量的将我搭配的逻辑以比较简单的方式，一边搭配实际穿搭做说明。首先，我们先从第一家1件80元的摊贩开始。其实，在挑复古风的衣服时，通常都会先从最吸眼球的花纹开始。但晃了一圈之后，尤其逛二手店，视觉到后来都会开始慢慢的麻痹，最终还是会以比较选择耐看、好搭配，但同时又具特色的款式为主。这件有一点半纹感觉的皱褶衣，虽然没有很明显的花纹图案，但是光在纹路搭配上就有一点水纹的感觉的斑纹，就足以让这件衣服简单但又够特别。那我认为它带有复古感的地方有2个，第一个的话是领子，再来是它的扣子，视觉张力比较大，有点类似那种长肩领。复古衬衫很常会在领子上增加一些巧思，那喜欢复古风或者是古着的人应该都懂，很喜欢观察扣子，有可能会选择一件衣服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扣子是很特别的。那第一套的搭配呢，会是走比较同色系，运用材质跟深浅变化做出层次感。同样的，下身是有考虑可能穿比较基本的深蓝或者是灰色，但是在搭配上会对比度比较强，颜色比较沉，或者是颜色可能搭配起来会相对的比较浑浊。那同色系搭配呢，会穿起来更轻盈活泼，那复古感也会更浓烈。我觉得还蛮适合通勤看展穿，能够增加气势，但又不失正式感。那另一种搭配呢，是比较像下课后的学院风，跟前一个搭配相较起来，风格呈现是比较温和的，看起来很像乖学生，但是衬衫却选了这种材质及纹路，乖乖又有一点叛逆的感觉，很像是那种学校刚下课后搭配自己师傅的感觉。我觉得还蛮适合穿去跟朋友聚会的，约会我就不太确定了，我不太知道另外一半看不看得懂。另外呢，这一件其实跟前一件同样都是这种有点皱褶的布料。那这种布料的好处呢，是可以让一件衣服即使是素色的，也会看起来比较丰富。那最后为什么会选择留下这件亮绿色的？有时候其实饱和度高的颜色容易会被觉得可能很难驾驭或者是搭配，但其实它们的存在反而是让你不太需要去思考怎么样搭配，因为它们就足以成为穿搭的重点了。那第一套搭配呢，我会想要将绿色当做它的重点。也是初次驾驭饱和色系的人呢，蛮可以试试看的搭配方式。那其他单品呢，就会以选择不抢戏但又能够完美搭配配角的款式。因为这件绿色上衣，它版型是袖口做有点像飞鼠袖的感觉，我会觉得它搭配高腰，并且扎起来会比较适合。那下面搭配直筒的宽牛仔裤，颜色是那种很暗的蓝色，快接近黑色的那一种。它不会抢走绿色的风采，但搭配上又比黑色来得更有变化。那搭配一条牛皮色的皮带，让腰部的衔接处不会空空的，加条皮带之后，整体的立体感就增加了。那冷的时候呢，再搭配一件很帅气的宽夹克。复古的重点呢，其实是着用比较 oversize 的版型，才能够呈现一股时髦慵懒的感觉。那最后重点中的重点就是耳饰的点缀，也能够增加复古感的关键。那我们选择搭配了跟皮带相呼应的小花耳饰，能够增加整体搭配的细节。我觉得这套蛮适合上班、出游或者是约会，都还蛮可以的，营造出有点不刻意打扮，但处处是细节的感觉。那另一种搭配呢，是比较个性感的。我个人觉得豹纹跟绿色超级搭，可能是同为大自然与动物纹的元素，相处起来就是视觉非常的融洽。那因为豹纹跟饱和绿都算是比较相对强烈的元素，我就会秉持以它们2种同样的元素做反复搭配。什么意思呢？就是下身搭配一件豹纹牛仔裤之后，会再选择一条同为是豹纹元素的领巾跟裤子去做呼应。那领巾绑法还蛮多的，呈现出来的感觉也都蛮不同的。如果想看这类的介绍，可以底下帮我留言，我会再看看之后是不是可以制作一集是关于配件使用的主题。那外套呢，可以选择棕色调的皮衣短夹克，棕色与豹纹的色系是相呼应的，整件棕色的同色系与豹纹彼此搭配，让配色上有点喘息空间，丰富但又不会视觉疲劳。那包包选择呢，会跟上衣相呼应的绿色系，那材质也是跟夹克有做搭配。那再来就是第2家啦，1件50元的摊贩。
这件我觉得它的种类跟第一件相比起来比较多，有包包啊、性感内衣之类的，真的逃不过我锐利的眼睛。第一件直接快速扫射到可爱的花花衬衫，任何只要是这种有一种那种 icon 的花花图案，对我而言都有一种无法挡的魅力。拿到当下呢，根本没有想说要怎么搭配，就是好喜欢的那种，就是有一种不可以被别人拿走的感觉。那像这种比较重复性的小花符号，它跟一般碎花或者是写实花给人的复古感不太一样。那这边刚好有拿了2件可以做比较，几何小花呢是给人比较活泼、古灵精怪、中性的感觉，那写实或者是碎花给人一种比较浪漫、空灵、女性的感觉。那以这件小花符号衬衫，因为它是比较短版的，加上它虽然元素是花，但因为黑白配色加上重复的图案，可以把它当做是一般的黑白格子衬衫去做搭配。我会在下身搭配黑色的长裙，是比较飘飘感觉的那种。那复古的穿法呢，不一定所有上衣都一定要扎起来，或者是要配高腰，可以选择用腰链啊，或者是皮带系在外面，营造出高腰的感觉。那配件很神奇的地方是，它可以瞬间改变一件衣服的风格。那像比如说配上金色的腰链，就会有一种轻手感、华灯初上的感觉。那如果是配上皮带，反而就会变得比较年轻俏皮。那同样的外套可以选择维持黑白调性。那这套呢，我觉得还蛮适合参加聚会或者是婚礼的。再来另外一种搭法呢，是假装营造成连身套装的感觉，也是昭和风格中常见的圆点元素，中间再加一条领巾当做是腰封。那如果冷了，再加一件毛衣罩在外面，也会非常的合理。那领巾呢，也可以变成发带，就很有昭和的复古感。再来是这件非常浪漫的花罩衫，那它其实这件也非常有昭和感，所以同样的示范2种搭配。那首先会搭一套是最简单的，因为我本身觉得这件罩衫就非常具有特色，里面可能配一件简单的素色上衣，明亮或者是暗色的都可以。那下身呢，可以选择搭配一件高腰的喇叭牛仔裤，简单搭配就很有率性又有气质的感觉。那如果想要增加一点饰品点缀，蛮适合再加一条珍珠项链的，但这边会比较建议搭配银色的珠子，因为白色珍珠会容易看起来是更浓厚的贵气跟复古感，会有点像贵妇。我自己觉得银色会比较现代跟日常一点。那第2种搭法呢，我们在里面搭配一件白衬衫，中和掉罩衫太过于浪漫女性的感觉。大面积的色块可以加强个性感，让浪漫的罩衫变成一种个性的搭配元素。这件蕾丝马甲其实它就是一般常见的性感内衣吗？但因为丝滑的材质跟这种比较蕾丝的元素是带有一点古典的风格，我觉得这种性感马甲配上与它风格极大反差的会比较适合。比如说就是性感对上阳刚，那我就会帮这件穿搭赋予这样子的主题。上身呢，我会加上比较宽大的西装外套，那下身呢就会配上与丝滑马甲布料很极端的粗糙牛仔布，有一种复古感混搭的感觉，我自己觉得蛮帅的。那如果平常蛮喜欢蕾丝啊、马甲这类的，之后也许可以尝试看看这样子的搭配方式。那非常感谢大家看到这边，这次我们也有办抽奖活动，只要订阅、开启小铃铛以及在下方留言，我们就会抽出1位幸运儿，送出我们这件菜市场的4件衣服。这4件，大家可以赶快到底下留言哦。其实我觉得这次虽然归类为菜市场挑战，但我自己觉得挑起来还蛮有乐趣的，很喜欢在一堆衣服中挖宝的感觉，而且能够重新赋予一件旧衣服有新的穿搭样貌。之后大家可能也可以试试看到菜市场挖宝，有时候可以挖到一些状况不错又特殊的衣服，而且重点是因为很便宜，买来尝试新风格也非常适合。你们最喜欢哪一套穿搭呢？欢迎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影片中提到的衣服呢，链接都会直接置顶在留言处。如果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记得按赞、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未来我们会持续发布更多的穿搭技巧影片哦。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拜拜。